你怎么还站在这儿？你不喜欢为我干活吗？你去干活去啊！你不就是要写爱情日记吗？那行，我还有事，我走了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乔芳芳，咱们俩待一块儿都3、4个月了吧？我没有要求你娶我，你烦了。而且我也没有影响你追于萍萍，只是你自己追不上，自己没本事罢了。你这个丫头，那嘴什么时候变成刀子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真心的想告诉你，你说，我是怕耽误你。你说，你一个大姑娘，你老跟我这老头子在一块干什么？我这个老头子能给你带来什么？你不是老头子，你只比我大11岁，11岁甚至还是一代人呢。一代人？我跟你说，咱们俩不会有结果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要求结果，过程最重要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是为你考虑，你赶快找一个人。现在渠道那么多，机会这么多，你跟我在一块儿，会耽误你的青春的。到头来，恐怕是你什么没捞到。你想住上带卫生间、厨房的房子，你想开大眼睛的 QQ， 你想拥有东海的户口，我担心啊，到后来都是没有完成的使命了。我说了，我只在乎过程。我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有什么毛病，喜欢谁，你全知道。我不是你期待的那种男人，你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。你早找人，我早放心。你结婚那天，我送你个大礼。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勇敢地从这个地方走出去。要什么补偿，你提出来，只要是合理，我肯定给你。但是1个月之后，你还来找我，还跟着死缠烂打，我就宣布，你是个不受欢迎的人。我不走。乔芳芳，你还在这等什么？为什么我老赶不走你呢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怀疑你性格里有一种因素。什么因素？天生受虐心理。男人不虐待你，男人不骂你，你不为男人服务，不为男人干点什么，你就极其不舒服，是不是？天生受虐者。
看清楚了吗？好看吗？好像是那个被打死的偷拍者偷拍的于萍萍的内容。他们好像是在换妻。我就知道你会偷看我的东西。你也有瘾吗？偷看有瘾，兄弟有瘾吗？啊！哦！怎么这么关心我？你整个美国 CIA 派来的，天天刺探我的隐私，我让你刺探个够！我警告你多少次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把录像带的内容告诉别人，我饶不了你！滚！滚到卫生间去，好好洗洗！滚出我家！从此我再不愿见到你！哎，这卡里有6万块钱，算我给你这几个月的青春损失费。我还能为你打扫卫生吗？你还有一堆衣服没洗呢。你怎么还为我打扫卫生啊？真是个受虐者！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了。你停车！郭建斌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小姐，我不是在出卖青春，我爱你。我只不过是心里孤独罢了。我渴望找一个爱我的成功的男人，但是你不是。我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时间来改变你。我反对做这个道德热线里的偷拍隐私的节目，因为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做好我们现有的节目。要知道，我们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。我说大主持人，你就不要再管这档节目了，只要这个节目能够上，我愿意拿出我工资的一部分来，请新的人员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制作。我不怕吃苦，我们年轻人辛苦一点很正常嘛。对了，萍萍姐，你为什么这么反感就这个嫖赌之死展开的话题呢？我反对把偷拍这件事情做得太足，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民族的审美。你想想，如果你们要做这栏节目，立刻会涉及到各种受害人的隐私。想想那些在公共厕所、浴室、桑拿、地铁、公共汽车、商场的更衣室里的偷拍场面，我觉得没有美感。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是你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啊？这是一个很热点的社会话题。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要引导听众建设精神文明。有争议是好现象。是这样的，台里基本同意了杨春雨的创意，同意制作这档节目。我看是这样，杨春雨，你可以建立个班子，开始制作道德热线的第1期偷拍引起的道德争议。
张片子我们可以看到，患者脑部血管在这个位置，病人脑部血管在这个位置。李大夫，你爱人来了。那些信息啊，你都要留着，这是变相的威胁，以后上法庭打官司用得着的。你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到打官司那个程度吗？前一阵子啊，我们对葛建斌的分析是对的，这是一个潜藏的更深、更具有智商的骚扰者，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，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可是这件事情一旦公布于众，我们就彻底完了。就像你说的，社会不会再接纳我们的。是啊，这我也明白。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时光不会倒流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是再也不会干那个与中国的社会不和谐的事情了。所以，事情要出来了，我们就不能怕呀。孩子知道了怎么办呀？这也是我最大的担心呢。我们要想尽办法，不能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，包括让他转学去外地上学。不太现实。现在网络的力量这么强大，事情发生在2个比较有名的人身上，只怕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真的是定时炸弹，真的要爆炸了，怎么办？我想解决这件事情。怎么解决？你是不是要和他交换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觉得这件事情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我们的一生，甚至我们的家庭，都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而毁灭，太可怕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平平，你不要再干蠢事了，不要再背叛我们家庭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请你们放心，我的业务能力在东海那是有名的。我大大小小已经打了上千桩官司了，胜诉的概率是70%，这对律师来说，那是非常大的胜率了。你们委托我代理，我一定为你们打赢这场官司，保证你们企业的利益，同时呢，也保证我的个人代理费用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，我马上找人来给你们送来午茶和点心。午茶是英国人的传统，现在已经在中国的写字楼里流行了。请等一下。怎么？太阳从西面出来了？你想通了？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我晚上请你吃饭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没有时间跟你吃饭。怎么还是这么充满了敌意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到你家里去，晚上7点半。上门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，于平面？葛建斌，我真的去你那里。那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。那行，我在家里等你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还是朋友。去吧，老师再见。
妈妈，你来接我了。啊，你怎么哭了？妈没哭啊。你没有哭，我刚才还看见你抹眼泪了呢。风吹的。你答应过我，再不做背叛家庭的事情了。你说了，不再和陌生人跳舞。我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承诺。早点回来。我知道。去哪儿啊？有一个病人情况不稳定，我去查房。你来了。我希望我们今天晚上能有好的结果。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是第3次来我的别墅了吧？俗话说，事不过3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无情人分道扬镳。那就让我们来个了结，也了结我20年的心愿。别给我说这些。葛建斌，我问你，你所谓的证据在什么地方？是些什么东西？李平明，一个人能够爱另外一个人20年，为他写了20年的爱情日记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什么毅力？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真诚的爱情之一。当然，这也是世界上最悲伤的爱情之一。因为20年的时间换来的，只是别人的不理解，甚至让别人误解为变态、骚扰。我这是在干什么？我自己都弄不明白。说真的，今天能走到这一步，实在是下策。我没有想到，实在是悲伤。其实我很不愿意这么去做的。你少废话。你说，你的证据是不是偷拍者的录像带？这个偷拍者已经死了，可耻的死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我是来跟你交换的。
交换。交换，跟我也谈交换，太绝望了！我真是太绝望了！我以为你来，可能会来祈求我。会静在心内跟我长谈一次，求我放过你。在你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之中，我被你感动了。我答应你，给我所有的证据还给你。我被你的祈求所感动，我为你的家人保守一辈子秘密，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，你能跟我谈交换。这交换让我心碎、让我梦破的词汇，我要是万能的上帝，我一定要把这个词汇从人类的字典上抹掉。平平，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位置吗？你在我心目当中是多么圣洁的女人！你居然跟你的丈夫一块儿去参加那种不属于人类的交换，你的美丽和你的魅力，和我对你20年的憧憬和思念，在这丑恶的一刻都化作了乌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也是物质和欲望交织的女人。你也是跟所有的女人一样，也是吃五谷的女人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你怎么能跑到我这来继续谈交换呢？这不是你呀，平平，我觉得不，这真的不是你。当我面对录像带的时候，看到你和你的丈夫走进一家宾馆，走进一个卫生间，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，你和那个叫洪自强的人在拥抱的时候，我真的想不通啊，平平，我没想到这是你做的事情，没想到这是你这种美丽的女人做的事情，你这种美丽女人声音做的事情，我听中了天神女神做的事情。但是，我被击败了。哎呦，我是不是看错人了？你是个俗女人。我本来就是一个俗女人，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是你自己在心理上故弄玄虚。是人都会犯错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参加了交换，但是我跟我丈夫在最后关头，守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，没有完成交换。没有完成？你去了，你这么想就是大逆不道。别轻描淡写的说什么错误，这是错误吗？这不仅仅是错误，对别人是错误，对你和你丈夫是永远不可原谅的，这是道德上的重大失误，特别是你，是永远原谅不了你的。这跟你没有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把我心中最神圣的东西毁灭了，你让我在生活当中对美不再崇拜了，你让我在生活当中成了没有理想、没有光辉照耀的芸芸众生了。你少跟我废话，东西在哪里？你想怎么办？平平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跟我这么说话好吗？我们是朋友，我曾经是你的律师，你丈夫的律师，我没有功劳，我还有苦劳吧？好吧，你说你想怎么办？你知道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危害性了吧？
你知道这件事情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什么样的毁灭性的打击了吧？好，既然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危害结果，那就让我来帮你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只要你爱我，我会永远为你保守秘密。偷拍者已经死了，洪自强已经死了，朱叶云不会说，你和你丈夫不会说。只要你爱我，我为你永远保密，永远不会说。做梦！不会爱你，永远不会。偏偏我是一个在沙漠里干渴已久的男人了，你就不能把你爱情的甘露施舍给我一点点吗？你无可救药。你为什么这么反感我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可以交换。你还谈交换？你真的要把我逼疯了吗？你不是想得到我吗？我为了我的家庭，特别是为了我的孩子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为了我的事情受到一丁点的伤害，因为他还要活一辈子的人，所以我要和你完成一次交换。我用我没有灵魂的躯体和你肮脏卑鄙的小人进行一次交换。你可以得到我，然后我拿走录像带，而且你保证永远不泄露这个秘密，我们之间永远不要往来。就这么简单？真的没有希望了，爱情没了，只剩下肉体的交换。这是多么无耻、可悲的事情！你还想要什么爱情？我对你说过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。贺建斌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。你说你20年前见过我，我想起来了。20年前的一天，我在新华书店里买书，准备考大学。有个男人跑过来对我说，他喜欢我，要我跟他交朋友。我拒绝了他，他就一直跟着我上了电车，在电车上一直站在我身边。他甚至还跟我到了我们家门口。他说他爱我，他爱我，然后无耻地用手抓住我的胳膊。我给了他一巴掌，我拒绝了他。这个人是你葛建斌吧？是你吗？就是你。是我。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冲动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是一种什么感觉。20年前，你严重地伤害了这个年轻男人的心。尽管时间流逝了，但是这种耻辱感一直没有消失。葛建斌，这不是爱，这是你的复仇心理。你一直在寻找你所谓的自尊，你那些所谓的爱情日记，也是你自我安慰的一种倾泻。你那些雕像，也是报复我的一种物化。其实，你一直在寻找报复我20年前给你那一巴掌的机会。你等了20年，
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，多么精彩的分析！我不得不承认，你分析的太准确了。我也闹不明白，这么多年我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啊？我今天终于是拨开迷雾见青天了。原来我是自尊心在作怪，原来我是报复心在作怪。自尊。 报复，报复，自尊，报复，报复。好，我们成交。现在这些录像带在什么地方？小军，你妈回来没有？没有。 我保证不流传出去，保证不拷贝，我以人格担保。于平平，你看这一堆雕像，你要是站在这儿，这堆雕像简直就是一堆泥土。 你看看你的美丽呀、你白皙的脖子，隆起的胸部，曲线优美的身材，鹅蛋型的脸，明亮迷茫的眼睛。 性感殷红的双唇，你太天衣无缝了。你怎么哭了？你觉得自己像个无助的羔羊是吗？好可怜。 人生最美丽的时刻，我真心的要把这一刻永恒。20年了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现在，我要彻底的享用这一刻，享用这盛大的节日。 别动！我不想让这世俗的声音影响我盛大的节日。
现在摸的是你训练的皮肤，感觉好极了。爸爸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事儿。像是做梦一样，你知道吗？2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见到了美，我让你的美给震撼了，从此我的灵魂就没有得到安宁。我知道，我这一辈子就会死在你身上。人只有一生，我这一生追求什么？追求的就是你，一个美女，一个如果能够得到你，可以让我放弃生命的女人。这么多年，你把我折腾苦了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把你给关起来，关到一个没人的地方。但是我不敢触犯法律。我是一个懂法的人，我要约束自己，我要游走在法律的边缘。但是，绝不能犯法。在我的梦里，在我的思想里，我早已强暴和占有了你无数次。在我的想象里，我早已把你撕成了碎片。什么是爱情？我这就是爱情。爱一个女人20年，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漠而放弃过，从来没有因为对方不知道而心灰意冷过。正是对他这种单相思，支撑着我活了这么多年。我对他家的房子，对他爱吃什么，爱穿什么，干什么，我都清清楚楚。我错了吗？谁能告诉我我错了？我疯了？你在法庭上看到我的时候，我是衣冠楚楚，义正辞严，我口若悬河，我的思维有什么不正常的吗？没有。请不要责备我这种恋情，好吗？和你在一起，是我人生的盛宴，我要慢慢的享受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把你享受透了。你怎么了？走开！你怎么突然反悔了？你的人生盛宴没有开始就要结束吗？你要不要录像带？